在文字记录了人类智慧和情感之后，一缕丝线如何织出了文明的新篇章？让我们一起去探索这丝线的起源的故事，来见证智慧和创新的故事吧。妈妈，什么是文明？这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妈妈觉得文明就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主要的东西。比方说我们之前的神话故事里面讲了祝融如何创造了火，人类怎样利用火，这是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还有上一个故事我们讲了仓颉创造了文字，人们会用文字来记录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也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这是妈妈的理解，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啊，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太棒了。妈妈，神话故事是真的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的问题哈。是这样的，妈妈现在所讲的，截止到目前为止所讲的所有的故事呢，都出自中国古代的第一个记录神话故事的一本著作，叫《山海经》。妈妈觉得咱们之前讲过的故事呢，有真实的成分在里面，但是肯定神仙啊、神兽啊可能会有杜撰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妈妈要说这些故事有一部分是真的，也有一部分是人们后来加上去的想象。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问题，太棒了。好了，朋友们，你们觉得文明还有这个神话故事的真假到底是什么样的答案呢？欢迎你们在留言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互动。现在我们开始讲今天的故事啦。5000年前，中条山脚下居住着一个古老的部落——西陵族。农历3月初6这天，突然下起了暴雨，整整3天都没有停下来。巫师告诉西陵王，这是老天爷要把灾星降临在西陵国，万要引起重视。没多久，孩子降生了。看着可爱的孩子，西陵王觉得这是自己的宝贝女儿，不能听信巫师的话。他给孩子起名叫雷祖，夫妻俩欢欢喜喜地把雷祖养了起来。10几年过去了，雷祖长成了少女，她聪明又善良，是远近部落都出了名的好姑娘。这年，皇帝打败了蚩尤，在帐前大摆宴席，犒劳三军。雷祖也和父亲一起去庆贺。雷祖早就听说了皇帝征伐四方的英雄事迹，也很喜欢这个人人称颂的大英雄。皇帝一见雷祖，就觉得她是自己想要的妻子，便向西陵王提亲。西陵王答应了亲事，把雷祖嫁给了皇帝。皇帝立志要平定四方，让天下百姓过上太平日子。婚后没几天，他又率领战士去征战了。雷祖很支持皇帝，他带领大家种五谷，又把山上的野兽赶下来，变成家畜，
驯养起来。人们有了粮食，不饿肚子，还有肉吃，干活的劲儿就更大了。那时人们没有合适的衣服穿，常常被山里的荆棘刺得遍体鳞伤。野兽的皮结实，可是不柔软。麻做的衣服相对柔软，可是加工起来太费时费力了。于是嫘祖和皇帝的臣子一起商量，要给大家做衣冠。胡巢负责做冕，伯鱼负责做衣服，余则负责做履。这个胡巢负责做的是帽子伯鱼负责做衣服，这个知道。余则负责做履，履是啥？履是鞋子，知道吗？嫘祖也帮忙为大家想办法，和大家一起寻找更合适的衣服材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嫘祖由于过度劳累病倒了，大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人们煮了嫘祖平时爱吃的食物，可他怎么也吃不下去。有个姑娘建议去山上采些水果给嫘祖，这个方法好。大家点点头，赶紧到山上去了。小姑娘在树林里发现一片树叶上有一只白色的果子，离她不远的地方又有一些。小姑娘便叫人赶太阳下山之前帮她采了一些，然后下山去了。大家回到部落里，把今天的果子都放到一起，想不到很多看上去鲜灵灵的果子，吃起来不是涩就是酸，这怎么能给嫘祖吃呢？拿着白果的小姑娘发现自己采的果子倒不酸涩，可这果子却嚼不烂。有人建议用水来煮，可白果不见了，倒是搅动的树枝上却缠着不少头发丝儿一般细的白丝。嫘祖被大家的吵闹声惊醒，来到大锅旁，他看了看缠在树枝上的白丝线，又仔细摸了摸，出神地想了一会儿，突然他开心地笑了。好姑娘，你可办成了一件大事儿！果子是从哪里来的？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看看。顾不得自己身体还没有好，第二天嫘祖他们来到那片树林。嫘祖仔细观察着，发现树上的白果子其实是吃树叶的虫子不断吐出的细丝，然后由细丝结成的东西。嫘祖他们采集了很多这种白色果子，回来后又把这些白色果子放到大锅里煮。煮好的细丝，嫘祖拿给了负责做衣服的俞伯，和他一起商量，尝试着能不能做成衣服。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俞伯真的把丝线织成了丝绸。俞伯把丝绸披在身上，就算在炎热的大太阳下，他也不觉得闷热。于是他也咧开嘴笑了。嫘祖和俞伯把丝绸做成的衣服献给了皇帝。皇帝看到这样的衣服也是赞不绝口，他让大家多多收集这种白果，以便做出更多更好的丝绸衣服。人们给这个能吐丝的虫子起名为
蚕，把蚕吃的树叶叫做桑叶。在嫘祖的带领下，人们学会了采桑、养蚕，学会了用蚕丝来织丝绸。后来的中国拿丝绸与西方世界各种贸易往来，把丝绸介绍给了全世界。交易丝绸所走过的路，就成为了后世的丝绸之路。艾玛，故事讲完了。艾玛、妮娜，妈妈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先问艾玛，寻找宝物。艾玛，想象一下，如果你去古代的森林去探险，然后找到了一样宝物，你想象一下那个宝物是什么？然后你想要用那个宝物来做什么呢？我想要找着一个好漂亮的花，然后就我会觉得是一个好看的那个怎么叫裙子。哇，用花做一个漂亮的裙子，哇，这个很棒，是很棒的答案，太好了。谢谢。好啦，现在是妮娜，你想象一下，你要时间旅行到嫘祖生活的时代，然后你要到嫘祖的身边。你有没有想问嫘祖一些问题？然后或者是你有没有想要让帮忙他做点什么事情？帮我做一件事情。做衣服。你想要帮嫘祖一起做衣服？哇，那个也很棒。你是不是也很喜欢漂亮的衣服？你有没有见过用丝绸做的衣服？没有。你都没有见过用丝绸做的衣服？艾玛有没有见过？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也是一个真实的答案。回头妈妈会给你们看一看丝绸做成的衣服是什么样的，好吗？好的。妈妈有一件很漂亮的旗袍，是丝绸做的。嫘祖的丝绸为炎黄子孙们带来了文明的新希望。另一个皇帝的家族成员不得不为了反抗大自然的灾害而谋划一场阴谋。这个阴谋是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关注我们。我们下一集再见，晚安。晚安。